愿意听吗？我怕太晚了，耽误您回家歇着。没事啊？啊，是吗？行。好，哎，您别说，我还真听不清楚你们说的是什么。那你这瞎答应什么呢？发个号吧，谁先说谁后说。等不了。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。离开家10年之久了，是没有回天津，只有去年的时候回来一趟，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了一场。对10年间我在天津可能就一共演过3回。是吗？演过3回，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回天津演出，是这10几年来第一次。哎，没有过。第一次。谢谢谢谢。全国各地的演出很多，但是说在天津这样干，连续5场是在别处从来没有过的。也不敢这么干。我们也愿意回家来演出。为什么呢？天津是相声窝子，父老乡亲们都懂相声，都是内行。在这儿很难蒙，是不好骗。对，走到街上10个人有8个懂相声，是那俩会唱快板啊，嗨，全是曲艺团的和尚。知道吧？所以说回来也是忐忑不安，愿意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。对，他又怕我们的技术不过关，是。所以说呢，我也知道，不管怎么样吧，能耐大小搁一边，我们这心是热的哈。对，我愿意，我打肚子里边，我热热乎乎的吧，我。行了行了，哎，您这心好，但是有点恶心。捣乱不是捣乱，您别这么比划。于谦师哥在北京跟我一起打天下，这么多年了，不记名不记利，人家也不是为了钱，他们家很有钱，是很有钱，因为他父亲搞科研的。我一单说这个，我心情特别好。是啊，我可别扭了呢。你看你那没办法了，要不你上这边来？哎，这嗨，那就算了吧。不开玩笑，我看他们老爷子是科学家，是这个盗墓的。盗墓算科学家呀？就是您这什么逻辑？这是谁家要是有坟呢，他就刨去啊，没事就扛着个铁锹，今天没有事儿啊。嗨，就刚才那俩字吗？对，什么对呀？出去刨去，也发了财了，刨了不少东西。是啊，国家文物他爸爸叨叨不少。那回他河北省什么地儿，啪一刨出来了，爸爸乐了。里有一具死尸，哟，骨头架子，腰里边系了一虎皮裙儿，地上扔一小铁棍儿，上面写着如意金箍棒。我爸爸把孙悟空那坟刨出来了啊！老头纳闷儿，这是大师兄的坟。什么大师兄啊？他打哪儿拎的叫大师兄啊？看电视剧看的呗。嗨，你这不啊？指了指，哼，你这泼猴啊！嗨，你有今天啊？是不是呢？你如意金箍棒像是真的哈？是真的不是？人说那能大大嘟呀，真大，真长了，大嘟大，比这屋都大。哎呦嚯，这拿不走了这个小，哎，最后跟针这么大。他爸爸拿起来塞耳朵里了。我爸爸就是孙猴，感情搁好了啊。村长来了，带着4个民兵，带着红箍。你干什么呢？管着吗？你把孙悟空的坟刨开了，还真是，这是国宝啊！罚你100块钱啊！100，爸爸一听门儿也没有啊，那是没有，不承认。你掏100块钱，咱就了事了。哎，你穷疯了，咬死口！你要找倒霉了，怎么了？有这你想去？哎，大噗死了！是你。我就爱说这个。是啊，我心里痛快点行不行？不换，不能换，换了大伙不乐意。嗨，就说这个吧，你爱听吗？我啊，您要让我应了，这可难了。你不爱听啊？不爱听你告我去。嗨，没有。就说都真事儿。当然这是开玩笑，这是开玩笑。他父亲老爷子那了不起。咱来回来去说，可不带这样的啊。
我特别痛快。什么痛快？我这心花怒放，我告诉你。啊，又怎么了？哎，我多说点这个，我多说点。我高兴。他爸爸说句良心话，我好好捧一捧于氏父子。你好好说。那个老头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，跟刚才口分一样啊！您这个太有钱了。什么模样？您这，您打算不打算说点好话啊？真有钱，北京城首富。啊，他原籍是通县人，哦，通县后来通县都住不开了，是啊全家移民哦，到房山那边。不叫移民啊，那就是搬房山去。家里太有钱了，老爷子花钱如流水一般，那大方拿花钱就当乐趣，哦。吃喝玩乐，穿东西穿衣服讲究一日三开箱。怎么叫一日三开箱？这一件衣服啊，得做3件干嘛用啊？啊！你想啊，就穿这衣服啊，啊，比如说这儿早晨起来这件啊，这儿绣着一花骨朵，花骨朵中午换了啊，换，绣这花开了，哟，开花晚上又换一件啊，这花谢了，呵，了得吗？这太讲究了啊！早晨这件啊，这是一圆饼子啊，到中午换一件，哎，这一果篦儿啊，到晚上换这件煎饼果子。我爸爸把1天3顿饭都穿衣服上。早晨这件这绣一马，哎，下午换一个，这是一驴，晚上换一件骡子，配的还够快的哈，这个讲究吗？这讲究它干嘛呀？知道吗？洗澡讲究洗头一水儿。干嘛头一水？我不是瞧不起您各位，谁也没有他爸爸这了不起。怎么回事？洗澡头水，怎么叫头水？这池子里换完水下去过一个人，他爸爸就不洗了，就嫌脏了。早晨4点就去了，那么早啊，水刚换完，老头来了，脱了下池子，又起来了，这个兑凉水啊，下这池子，这个兑热的啊，水温都合适了，门一开，客人们都进来了，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是吧？洗头一水，那不叫洗澡，跟澡堂子待一天，多大势力！是啊，跟澡堂里边大家带着炒饼拿饭盒，带饼，到中午坐池子边上，俩脚跟里边扑腾，还小点体会大海的感觉。哪儿有啊这？有海的感觉。打开饭盒，吃这炒饼吃完了刷饭盒，哎，起来吧，起来，干干净净的。这里刷能干净得了吗？吃完了掏出苹果来，大苹果，呵，别这里洗，还得洗，哎，一口一洗呀，讲究，讲究什么呀？有钱就是有钱啊！于老师继承他爸爸这点了，怎么有钱传下来的？哎呀，于老师他看这钱呢很轻，是吗？不拿钱当回事儿哦。你算吧，零钱凑够1块就不破了。对，我这什么家风啊？这是太仔细了，这个钢板都穿在肋条上手里拿老虎钳子，花钱的时候往下蹬，呵，每一分钱都带着血筋儿。哎呀，这么说吧，大粪车从门口过都得尝尝咸淡儿。哎呀，脏不脏啊？那个老于就门风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什么规矩啊？这是吧？好这个吗？您想啊，每天晚上吃完饭了，他夜里无论多晚，8点吃完饭也得出去上马路上捡钱去。捡？哎，走到街上捡钱。晚上吃完饭他出去了。天天捡，是不这么容易的。那可不是，谁没事丢钱？谁老掉钱呢？那天看见了，地上有一张10块钱。哟呵，于老师乐了。哎，苍天不负苦心人啊！终于等着了。这干嘛呢？捡钱的规矩，这还有规矩？先踩上，左右看看没人，再蹲下系鞋带儿。其实穿拖鞋出去的。那系什么鞋带儿啊？哎，没踩着，往前跑了，风刮的，又走了，又走了，追着其实呢，这是一个犯罪团伙，干嘛呀？打算绑架他。这怎么绑？10块钱拴根鱼线，就这么长的鱼线，人这么瞪着，他又一抬头就看见这人了他就光低头，人瞪这个，来这边来，哎呀嗨，我财迷到这份儿上了都，知道吗？打北京跟到廊坊，嚯，我给他给贼累死一抬头，一大帮人给捆上了有人还说呢，扔车上，扔车上。那头说还费那劲，一晃10块钱，来这儿来，还跟着呢，没记性啊！问电话说加电话多少给你媳妇儿打电话，绑架，给媳妇儿打电话
嫂子吓坏了。当然，两口子感情好。哎呀，你们可别打他呀，也别骂他呀。是我全力配合，不就要钱吗？好说。哎我绝对不报警，给钱。不过丑话说前面啊，你们要是要超过100块钱，你们就撕票得了。没听说过。哎，谢谢啊。也就是看相声啊，能这么喊。这要是芭蕾舞啊，早给你们抬出去了啊！刚才是张鹤伦，对，郎鹤炎我俩徒弟啊，让他们下去休息一会儿，是换上我们老哥俩来。我叫郭德纲，嗯，说相声的一个小学生。您客气。那么说我们两个人呢，就在这个行业里你边，呀，先等一会儿吧。怎么了？不介绍我呀？那你往我这边比划一下干嘛呀？你不用介绍，啊没有不认识您的。啊，这都熟悉于谦老师啊，合作那么多年了，是我们哥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关系不错。他爸爸就是我爸爸，哎，他妈就是我妈，就这样。他媳妇儿啊，你们懂啊？哎呦，谁懂？别往沟里带人家。好的就不能再好了，跟谁呀？就咱俩那么大岁数了，不能瞎说啊。是，前天在这船上演了一场，对，今天又演一场。一共2场。对，这是游轮呐，皇家马德里号。哎，马德里号踢足球呢，这。皇家加勒比号。哎，加勒比。加勒比是亚麻得不是？哎，没有后面那个。皇家亚麻得号不是？哎，加勒比。原谅我没上过学啊。对，皇家不看那个。对对对啊。不像话，您这个啊，挺好。打国内出来奔韩国，这一道上飘飘悠，晃晃摇摇，船上有吃有喝有玩有乐，全好些人还耍钱去啊。啊，有赌场啊。今天的观众比前天的热情，说明啊，甭来这套，你们就是赢钱了呀。心里高兴。前天也是你们啊，挺好。一玩一乐的事儿。人呐，别给自个儿弄得特别的紧张。是，活100岁的也没几个人。高高兴兴比什么都强。没错。啊，刚才张鹤伦唱歌，看你们都乐成那样啊，高兴吗？他就是词儿不太好。前边词儿都不太好。但是唱的还行。哎，唱功不错。我们这行就这样。老话说得好，子弟无音，课无本。就说干这行的人没嗓子，如同做生意没有本钱是一样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子弟无音，课无本。我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，就我虽然说没上大学啊，但是像我、像于谦、像高峰啊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曲艺团的学员班。那会儿给我们这个学员班呢，当年叫团带班儿。对，团里边带着。就团里边弄学员班。是，但是学生呢也得有文化课，也上。都是搁着当地的戏校。对，在戏校里边上文化。戏曲学校。对，京剧班、评剧班，河北梆子班。曲艺相声班。有专门这么一班。我们是属于这种学校的同学。是，有他，有我，对，有高峰，哥仨都在。他比我大4岁。是，我们竟然一个班。您那意思，我蹲了4年班是吗？不是，就说您这个就了不得这个状态，怎么个了不得？这都属于拔高生，知道吗？一般都是那个3年级，但是突然间能力太大了，老师给这调到4年级了，是，或调到5年级，拔高。对，您这也是反拔高。哎呀，我拔岁数，我这打工厂拔回来的。哎，好嘛，一块儿学。那会儿在学校里边，老师就第一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好嗓子，嗓子好，太酸的不让吃。酸的怎么了？今天演出，今天中午不许吃饺子，饺子得蘸醋。醋锁嗓子。对了，确实是不能吃。太辣不能吃，辣的刺激这声带。
也不行，不可以啊，太甜的、太咸的不行，这叫齁嗓子。齁着受不了。对，太凉的来根冰棍儿，这要了命了，鸡嗓子。非得挨打不可。是是是，我们老师吃饭还讲究，他呢，大米饭拿剪子把两边尖儿都绞了去。这也太讲究了吧？就我们这班主任，啊后来饿死的。啊，对，这么吃饭非饿死不可。就是在意点儿，不让你们这样。我们你小孩儿谁管得了啊？偷着吃呗，是吧？啊，真像老前辈似的，做不到啊。不行吗？当年曲艺界有一个唱大鼓的叫刘宝全，那是古界大王哎呦，那能耐大了，啊，到70来岁，那嗓子甜的呀，就像小姑娘一样。还那么好，人家这一辈子几乎没吃过肉菜，全吃素吗？就吃素。哦，偶尔的说呀，今天补一补吧，炖一锅牛肉，把肉搭出去，哦，不吃，拿那汤烩点菠菜，还是吃素。那就算是吃荤了。哦，人家那嗓子亮脆，好。睡觉前买那雪花梨，大梨，大烟梨切成片儿，来一片儿，横着睡觉。这干嘛呀？早晨吐出来，这梨片儿黑的，这黑颜色是肺火出来了。就这么讲究，这个咱做不到啊，不行吗就？这么一说行。哦，我试过不灵，这梨片儿啊，我睡觉啊好咬牙，咬牙怎么？来一片儿横着，刚躺着，哎，这就咽了。这哪行去这玩意儿？哦，后来我一想啊，这得有个人呐，就在床头看着我，哦，看着您盯着，我嚼了这片儿，咵给我续一片儿，还得往里续的呀。还好呢。啊，我就跟他媳妇儿说哎，：“你别睡，你先等一等，干嘛非跟我媳妇儿说呀？你找你媳妇儿去，我一看他媳妇儿不答应呢，就只能跟我媳妇儿说了。这多新鲜呢！别睡觉啊！看着我，我这片儿梨只要一咽了，你给我续一片儿。哦，往里续买了5斤梨呀， 5斤呐！大雪花梨呀，嚯，添了片儿，去了核，一大盘子码在床头，盯着吧。含一片儿，睡觉。啊，早晨一睁眼，嘴里边没有梨片儿。怎么没给续？哎呀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儿啊，不是告诉你给我续梨，你怎么没管我呀？不支持工作，谁说没管你？续了吗？我续的都没你嚼得快。哎，好嘛， 10分钟这5斤梨就续进去了，哎呦，我还给饶了半张饼，哎嗨，这吃夜宵来了，上面也就是手快，要不这戒指都没了。这是好，睡着觉改劫道的了，我们这玩意儿就没法跟老前辈比，学不了。所以说不是我们多好，朱砂没有，红土为贵。对了，每当有人一夸，哎呦，郭德纲、于谦，你们相声说的真好，我都惭愧，不敢当。有一个成语就说我这就是浪得虚名，您客气。他是浪得难受，哎，怎么都是浪的呀？咱俩这是担不起呀。不敢这么说。现在回头想，那会儿在学员班，咱们要是再下点功夫，得多好。那就更学的多了。我那会儿不是好孩子，不好好学。我老觉着我学相声，对呀，我学哪门的英语、数学呀？我文化课就不重视。不爱学，哦，作业我也不写，作业好作业越存越多啊，那是啊。就不写。哦，有一回，我们那教室那炉子着了，把教室都点着了，哎呦，把我乐坏了，怎么呢？抱着作业就去了，嚯，奔着火堆，我去你的！哎，好嘛，扔火堆里了。把火扑灭了，哎嗨，这得攒多少作业呀？您这就怕这个。啊，老师也恨我，老师别写，你就这样挺好。下礼拜一考试，看你怎么办。你瞧，谁发明来的考试？可不是学习就为考试吗？到考试这卷子一张张发起来啊，那会儿我们仨是坐在一个桌子后头，就我们这长条桌。我在当间这边是于谦，对，这边高峰，高峰都认识吧？是说相声的高峰啊，我师弟，今天有他，就大高个儿，打小就瘦高的，对，戴眼镜，斯文败类啊，嗨，怎么形容人家这边坐着谦儿啊？谦儿那会儿不这样啊，小矬胖子，对，小胖子后长个儿，后来才窜起来，当年他特别小，特别矮。我这边坐这么一个，这边瘦高啊，是我这当间儿。对了，老师发卷子，
人高峰会写，他人好学生，好家伙啊，拿着笔刷刷刷全会，都写出来了。哎，于谦在这边啊，隔着我，能抄那边答案。我就落一眼神好，合着是啊，受了吗？啊，我没法抄，怎么？老师拖着腮帮子趴我桌子上，好嘛，就盯着你呢，跟着不是可爱老师啊，写吧。啊，把我气的呀，气怎么办？提笔就写，还能写？儿子出题难，孙子监考严，老子就不会，催我上学去。哎，好嘛！他这儿骂街来了，他这儿把老师气的啊！郭德纲，你是真行啊！你看看人高峰，看看人家于谦，是你在他们两个中间，哼，你就是个搅屎的棍子。哎，你先等一会儿我是个棍子啊！我们是屎，你怎么没说？谁还挺委屈？你这哦，什么呀？这什么比喻？这是这么些年来，我终于明白了。一说我就明白了。就说这个意思，打小不爱上学，专业课还行，学专业吗？当然，我们仨关系特别好。哎，那是那会儿他在学校里老挨欺负，就是那个一帮人过来，于谦过来，干嘛呀？竟然敢跟我们穿一样的衣服，哟，打他，啪，金光五四，这怎么撞衫了就你打呀？我赶紧救去。一会儿在那边一帮人，于谦过来，敢跟我们撞衫，打，不是高峰去了，又给他救下来了。我干嘛跟谁都穿的一样的衣服？嗨啊校服啊，那不是就为打我而打我的吗？这个人缘儿不行，知道吗？谁不穿校服啊？对我们仨那会儿最好，哦我们仨闺蜜，哎呀嗨，咱仨就别闺蜜了。姐妹花，啊，没什么呀，哥们儿花，我们仨，胳膊花烫着呢。不是，咱们仨最好。哎，就是，一上课的时候，我上课老睡觉。哦，因为有一个成语说的好嘛，上课就睡觉，下课就尿尿。这什么成语？这是那就是他们赞美我啊，上课就睡觉，拿书挡着睡觉，不让老师看见。哎，有一回语文课，语文课我们那老师讲那个《木兰辞》啊，这很有都知道哈，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对啊，就是讲这个，哎，先黑板上先写，写完之后都会了他给擦了，哟，干嘛呀？来，谁背一遍？哎呦，当时就背他们瞪眼看着都背不下来，我睡觉呢，啊，对吧？他非找我，郭德纲，你瞧，迷迷糊糊盯着你呢。老师，来，把刚才这背一遍。是我哪儿背去？我都傻了，不知道。看出哥们儿来了，在底下，花木兰，哎，就小声提醒一下。花木兰，对，这一说咱有底了。赶紧背吧。花木兰就是唱戏呀，还唱的河南戏，你这玩意儿老师气的没法的啊！你在他们俩中间，你就是个搅屎的棍子。这你一犯错误，老师就骂我们俩，合着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是你这搅啊，一点办法没办法，就盼着下课。一下课走尿尿去。下课就尿尿吗？真挚的友谊就是一起上过厕所，这叫什么真挚友谊？这叫朋友啊！2个月，这念朋。对啊，朋友怎么讲？过去这中国人这个居住地就是在河南地区，中原地带那是中国人的发源地，黄河流域吗？离着海边远，所以把贝壳当成了钱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见的少，没有拿土疙瘩当宝贝的。嗨，就如同你要在西藏吃一醋溜土豆，你这费多大劲嘛？毛病在这儿了。哎，就是觉得贝壳值钱，所以拿贝壳当钱币。5个蒜一串，挂在墙上了。来朋友了，摘下2串贝壳来，带着你吃饭去。这2串贝壳最后象形写成这个朋友的朋。就是这个交情，咱们是值得花钱的。是，这朋和友，朋包括友，友不包括朋。哎，说细致这得说3天。这说完这船都回来了啊。就大概明白这个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好朋友，什么叫好朋友？就是没有追求的时候开始是朋友。大了之后交朋友，基本都是有
有点借鉴或者有点利益在里面，有关系了。他有权有势，我跟他交朋友。哎，他有能力，我跟他交朋友。他媳妇儿漂亮，我跟他交朋友。没有，什么目的这是啊？但是小的时候一块儿上学的交情，纯真，纯真，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利益。我们就是一块儿走撒尿去，这就是交情。哦，就这么一块儿混。高峰撒尿去，撒，准去。你叫说去就去。谦儿撒尿去啊？没有。哎嗨，单赶我没有，你这玩意儿。你再想一想啊，省着打尿了你。好，没有。走，你再空空。什么叫空空？仨人奔厕所。我老得在当间儿。你孩子头吗？那我站当间儿，这边站一大高个儿。这边这矬胖子在这儿。就这么个个尿着尿着，我开玩笑，这还开什么玩笑？高峰，我转身儿尿他一裤子，那可不是吗？一下转我这边来，尿一脸，哎，我也太矮了吧，我这那会儿小啊，小这么玩儿啊？小啊，哎，也就玩10分钟，就玩10分钟啊。不，打厕所出来还有几分钟啊？您说清楚，不是尿10分钟啊，那是街上蹦了，回教室接着上课。哦，要不是文化课就开心，文化课不行，回去之后专业课那行了，哪怕这节这来学个口技，多高兴。什么口技也学呀？对，因为我们这行什么都得学嘛。说学逗唱学，包括口技。就是开始那个最基本的，学个摩托车，学个蚊子，什么学个拉锯，就这个玩意儿。什么叫拉锯？就来一块儿，老师带着，准备开始了。就学这个声音，倍儿开心。要不学个小动物叫吧？动物，哎，郭德纲，羊怎么叫？学羊，哎，站起来，咩，那个谁，高峰，小狗怎么叫？高峰站起来，汪汪汪汪，就这个，什么意思？谦儿，鸡怎么叫？他站起来了，大爷来玩啊！什么乱七八糟的说？我这个成熟的太早了吧？我这家教，什么家教？反正玩一节课很开心，那是很开心。然后就等着铃一打铃啊，下课了。又开始上厕所了。这尿频呢？这是老上厕所，没事儿干呢就活动活动呗。一说上厕所，于谦乐了拿一大捆的纸，大卷的卷纸我们小时候上厕所没有现在的那卷纸那会儿用草纸，对，那叫马粪纸，还有的那个报纸，就凑合，撕点报纸就擦屁股了，当年都那样，唯独他有钱，喷香水的那种卷纸，还带香味呢，进口的，一闻倍儿香。哎，我上厕所搞一个大的，就说接大手就完了，拿着他这卷子纸，好了。我这是上厕所啊，还是炸碉堡去了？我这么大一卷子，到厕所蹲好了，捧这个闻，好香啊！能香哪儿去？好香啊！哎，好，我再把纸吃了。厕所外边都纳闷这人跟厕所里边好像对，还吧唧嘴儿，是吃什么了？这是啊？能吃什么呀？老跟这闻就有那愣住，什么玩意儿？纸很香，给你闻闻吧，人家接过来了，是挺香啊，那就好，拿走了，怎么着这抢纸来了是吗？这节课就没回来，那是没纸了。等着下课，我跟高峰冲进厕所，给他抢救出来。好，我这蹲一节课，一边一个吊着胳膊扶着他在操场上遛弯儿。腿都蹲木了，我这腿都木了呀！一边走一边哭啊！那是啊，我那干嘛哭啊？哎呀，你说你至于不至于？就是不是啊！我上厕所解手去，有人把纸给我抢走了。是啊，正为难了，你们俩给我救出来。就是，你们俩还扶着我跟这儿溜达，多好啊！可是有一样，怎么？这还没提裤子呢。干嘛？你们俩搀着我展览去了是怎么着？你俩扶着一光屁股跟操场，你们倒看着点，来回遛弯赶紧回去吧。
因为这会儿一般是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最后一节课就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学校一般都请曲艺界的老前辈，给我们讲课。老艺人，老说相声的，老说书的，老的那个唱大鼓、唱曲儿的老先生，大部分都是解放前的呢，都是那个老先生请来给孩子们上课。是啊，这节课都紧张。怎么紧张？因为您那会儿教我们那个先生姓黄，是92岁，姓这么高龄，姓黄，就是毛片的那个黄啊。啊，嗨，有这么介绍人姓的吗？92，那胡子就跟齐白石似的。都这么长，俩眼睛有神，啊，来了。老师讲课都站着，唯独他单有一个座。他得坐着。讲桌旁边有一座，在这坐着。教室最后一排啊，校长、主任、年级组长、班主任都在。伺候着呀，都听课，坐一排。老头坐着不怒自威，啊，很威严，全班都害怕。嘀咕都，老头上一节课讲的那个北京小曲儿，都谁会唱了呀？这要问一问，谁呀？都害怕。哎呦，心噔噔跳啊！可别叫我。90来岁老头，尤其旧社会过来了，他骂人，你知道吗？对他不讲究那么多，他一言不合就骂人啊，都嘀咕。老头站起来，点名啊，点名啊！谁呀？于谦，我招他了，他上来就叫我。于谦站起来了啊！我至于害怕成这样吗？哆嗦成这样，老头看着，站好了。哆里哆嗦的样子啊！你这个状态很像在厕所里被人把纸抢了似的。这孙子是唱曲的还是算卦的呀？这个怎么连这他都能知道啊？这哆嗦成一个了啊！先生好。烛影摇红雁，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这是曲儿词，唱。烛影摇红雁，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住口！别唱，什么东西？没味儿啊！一天到晚就跟这混。唱的这玩意儿，还不如我孙子呢。怎么这什么叫话呀？这叫张嘴就骂人啊！但是对我们来说并不觉得吃亏。怎么啊？他92了，我们10多岁，你唱的不是我们孙子，这对不叫事儿。他孙子比我们都大，他孙子不得个70多吧？不是结婚太早了？不是，反正不小了，是不小，所以并不觉得多丢人。还不如我孙子呢。是，于谦洋洋得意坐下了。我这不丢人，也不至于这么美不滋儿的，知道吗？下一个啊，高峰，轮他了。高峰，一看这就是抢我纸那个。烛影摇红雁，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还是这段是，烛影摇红雁，透纱窗。住口！别唱，那东西，唱的还不如我儿子呢。高峰看看于谦，嘿，你知道这玩意儿哪块云彩有雨啊？这玩意儿什么事儿就让他给逮了一便宜去？教室里鸦雀无声，还接着点呀？都低着头啊。老头看了看，郭德纲，到你了，先生好，一个敢说话的都没有啊！这前面俩都那样。老头一拍桌子，真急了，站起来了。拿手指着我，这怎么着？请您唱一段。对，什么老师这？我还贱骨头，这老师至于这样吗？是先生啊。烛影，住口！没唱那也是拦住了吗？唱的跟我爸爸似的。对。主要是辈儿上站上就行。好了，时间到，下课。什么就占一便宜就下课了？12点了。哦，校长搀着老头走了。班主任留一训话。
班主任，就是后来饿死那位，还得说两句，还得努力啊！哦啊，黄先生讲课讲得多好，声情并茂的啊哪儿讲了？ ！90来岁的人了，思维很清晰啊！是，你们努力是给自己努力，对尤其是郭德纲、高峰、于谦，你们祖孙3代，对，我让你平辈儿，谁让你跟陪辈儿来了？好好的努力啊！下课，一般来说，上午是专业课，哦下午就实习了，哦，就放到各个剧场去观摩学习。看节目去，但是晚饭要赶回学校吃，那是外边不能卖。哎，吃完了晚饭，把我们得送到这个单有一练功的屋子里边，晚自习，对，晚上还得再学习，得跟这屋里边练，耗腿啊，哎，拉山膀，跑圆场，练功房，跟着唱，一般到这会儿呢，谦儿就妥了，我怎么妥了？不练，对，我是不好活搬一箱啤酒搁在脚那儿，啊，坐那儿一瓶儿一瓶儿那么喝。我那就开始喝了。哎呀，人打那会儿就这3大爱好是吧？抽烟、喝酒、烫手。哎好，我这一直延续这么些年。后来学校说这么小的孩子喝酒不像话，是就不让他喝酒了。但他自己呢，这个嘴控制不住，那怎么办？就吃点小零食。哎，这解决烟瘾的问题。每天晚上我高峰我们跟这儿练，他坐边上吃东西，吃点零食。他那个东西其实也，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可吃的。那我吃什么呀？他每天晚上这么一大兜子，家里给送来的炒的黄豆。我炒黄豆当零食啊，列位，干炒黄豆，那这玩意儿香，10斤，10斤是1天，就这一晚自习10斤炒黄豆，知道吗？也不让喝酒，那玩意儿咧得慌啊。是干啊，喝凉水，拿凉水顺。哎，来大瓶子凉水，吃这个，嘎吱嘎吱嚼，吨吨吨喝。是，晚自习10点来钟结束，对，他也吃完了，就这10斤炒黄豆，一肚子凉水，就在肚子里边，好家伙上来下去，上来下去，这通叨腾，打这儿走回宿舍，10点半熄灯，关灯睡觉。睡觉，我们这个宿舍呀，几个人一屋都有，但我们3个人是要求睡一个房间。咱们仨一屋，靠门这儿呢有一个单人床是我的，墙这边有一个2层铺，是他和高峰的。我们俩睡一2层。哎，他们俩上面一个，下边一个，上下铺吗？下边这个呢就是于谦，上铺就是高峰。他在上，我在下。哎，这个晚上人想吃一肚炒黄豆，这么躺着受不了，受不了怎么办呢？他就得趴着睡，屁股冲上，上面是高峰哎，上面高峰，高峰呢又闲得打呼噜，所以脑袋呢就掉过去冲那边。我说这形象你听明白了吧？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啊！哎，下边是于谦，上面是高峰，于谦脑袋冲这边，高峰脑袋冲着于谦的屁股这边，反着。哎，于谦趴着，高峰呢也趴着，理解了这个？我再说一遍就别说了，都明白了就完了。一般来说，这点黄豆跟凉水得到早晨4点半左右才起作用呢。它得经过一段发酵。那是，就起了化学作用了。听，踏的令，踏令，踏令定踏，踏令，踏令定踏的个令，踏令，踏令定踏。行了，我放出一副板儿来，合着是。所有的宿舍所有的房间人都纳闷儿，这春节提前了是怎么着？放炮仗。一般来说，半个钟头我只要听见第一声响，我就把被窝蒙上了。一直到最后没有了，撩开了。哎，这屋里边等着尘埃落地，哪儿有那么大土啊？都看不见，至于吗？看不见。哎，转身才坐起来拿我那拖鞋抖楞抖楞，哗啦啦啦，哗啦啦，哗啦啦啦啦，整黄豆出来了。穿上鞋，先抢救高峰。对，
他离灾区最近。底下这也不用管他，没事啊，睡得可香了。摇晃上面这个，也是抖了抖，那是脸都黑了。呵，摇晃醒了高峰。啊，这缓过神儿来了。哎呵，这是吐出一黄豆来。哎呀，哎，我说你要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躺在枪口这儿呢。我说你劝劝他吧啊。高峰正经的跟谦儿说过。谦儿，你看咱们哥俩这么好，他找我谈，没有这么大的深仇大恨。是，你能不能不吃黄豆喝凉水？你能不能换个姿势啊？谦儿说：“我改变不了啊，我就得那么吃，我就得那么躺着。”对，高峰说：“我也得那么躺着。”哎，对，那就来呗。这可怎么弄啊？后来气得高峰啊，真说狠话。他说什么呀？于谦儿，你要照这儿放哈，早晚得把你那大肠放出来不可。好家伙，这是方我呀，知道吗？哎，早晚你得把大肠子放出来。气话啊！你说你的，他放他的，我管那个呢。这一晃呢，3年过去了。嚯，这玩意儿还真能坚持。那是啊，后来也实在不行了，跟我商量，那个，您看咱们都快毕业了，我能不能睡一个安稳觉啊？你跟我说没用啊，熬3年了啊！你天天跟他说，他都习惯，你也习惯了。不是，咱们能不能报复一下？怎么叫报复？我说怎么报复啊？那个，这给我出个主意。我说主意是有，你得花点钱。花钱？你老跟他说这把大肠放上，他也不信啊。你花点钱去买一挂猪大肠来。哦，早晨放的时候，你给他扔炕上。他一看，嘴吓一跳。恶作剧吗？哎，高峰乐坏了啊！上菜市场买一挂猪大肠来，搁塑料兜里边。早晨4点半之前，就听着得叮当开始了。高峰下来了，掏出肠子来，给谦儿顺到被窝里边，塞被窝里了，打炕上下来了。我都没睡，我等着呢。走出来。我们俩出来，宿舍门口等着，这听音儿去了，看着表，哎，屋里边叮当，我屁还琢磨呢啊，他自个儿想，5分钟门开了，于谦儿一脸惨白，看见门别人进来啊，哗，关上门了，又10分钟啊，把门打开了，松口气。高峰，你老说我能把大肠放出来，今天你说对了啊，我真给放出来了，真害怕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没事儿，怎么呢？我又给他塞回去了。哎，好，受累了啊，就是难待我啊，耶，平身吧。刚才是高峰、栾云平，是，栾云平是我徒弟，高峰是我师弟，对我们平辈。高峰就是跟他我们仨一块儿上学那个，一块儿撒尿那好朋友啊，一上来啊，观众都鼓掌，喜欢听相声，往外一走，尤其观众看见于老师，都疯狂的啪啪啪，这他们干嘛呢？在那儿鼓掌啊！哦，吓我一跳！你这么一说也吓我一跳。鼓掌就说鼓掌就行，啪啪啪鼓掌嘛，是不是啊？没就3声。行，让他们休息一会儿。又换上我们俩人来了。是，在一块儿这么多年来啊，其实最应该感谢的就是于老师。你又客气，真的，我这些年来不容易，风风雨雨是经历了太多，我这半辈子活人家3辈儿半，坎坷，但是要感谢谦儿哥，真的，特别落魄的时候呢，他在我身边，那哥们儿嘛，分文无有的时候他在我身边，这交朋友遭排挤陷害的时候他在我身边，这就叫义气。这么多年，特别想问一下，您说是不是你放的我？嗨，
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。我自个儿好好的，怎么有你倒那么些霉啊？人没有一帆风顺的啊，千万不要盼着说老没事儿，不可能。哦，那你就细琢磨人生啊。哦，就这些天，哎呀，特别平稳，闲着难受，无鸡六兽。不定哪天腾楞出了一什么事儿，就找事儿了。说这主啊，倒霉都不行了，咵一下子就成功了。是啊，否极泰来。对了，雷霆雨露俱是天恩，都得承受。没有谁必须一帆风顺人生就是如此。沟沟坎坎挺好。哎，这都正常。你就包括于谦他们家啊，一说于谦的父亲们，大家都知道什么叫父亲们。这地方别加门字，一加门就一片了。这个哦，不加门。对，就拿于谦的父亲，孙老爷子来说。对，嗨，我姓于，我父亲会姓孙呢。哦，也姓于，这个也姓于。天底下还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对，这不是巧劲儿。拿他父亲来说，子承父姓。现如今在北京城，我觉得老爷子算是人上人。好日子过的。那当然了，吃喝穿戴方方面面。哦，老头戴那帽子，海龙的帽子，嚯，这可贵呀！5、6年，北京前门大街那商店摆的海龙的帽子，合人民币60来万。那时候就60多万。这个海龙啊，是俄罗斯深海地区的一种水里边的一种小动物。哦，像是海獭，但还有区别。哦，那个东西，清末民国的时候就濒临灭绝了。哎呀，现在应该没有了。嚯，海龙的帽子，现在谁有这么一顶帽子，100来万假的样。那得。他爸爸戴一海龙的帽子。嚯，胡素的大衣。胡素是什么呀？狐狸脖子底下那块皮叫胡素，叫可乐素，最暖和了啊！这件大衣是胡素拼的，就专门这么一块儿。趁多少钱？鸡皮的皮鞋，我都没听说过用鸡皮做皮鞋。牛皮啊，鸵鸟啊，鳄鱼皮啊，不新鲜，是鸡皮新鲜。鸡皮，哦，好家伙，老头儿天天晚上拿着钱出去上街，晚上夜里出去找鸡去，知道吗？买人这皮，与鸡谋皮，这可是个老话儿。鸡皮的皮鞋有好处，出门就上树。对了，有翅膀。海龙的帽子，胡素的大衣，鸡皮的皮鞋，哎，抓地稳。哎，6月3伏啊，家伙，6月3伏啊，胡素的大衣海龙的帽子，这里边可什么都没穿啊，哎，光的呀，里边光屁股穿一纸尿裤，哎，好嘛，外边罩一胡素大衣。岁数大了，你不知什么时候尿啊，是不是啊？又热，光屁股穿一纸尿裤，外边穿胡素大衣，好，谁知道里边什么装备啊？看不见呀。哎，老头跟街上一走，谁都羡慕。是，嘿，于家老爷子有钱。老头有时候走着走着站着就不动了。这就尿上了是怎么着？哎，尿完了，接着走。哎，对，您这个学的还真像。哎，那是，因为我净跟他爸一块遛弯儿啊。大爷，您看这条街怎么回事？给我讲讲历史吧。哦，小子，这叫杨梅竹斜街。想当初在清朝那会儿，这来的也太及时了吧？这个有一条街道。您先这打冷战打完了再说，就说这个意思啊。有钱。哦，老头太有钱了。是啊，就是有一样，没儿子。哦，你说你趁多少钱没用啊？你等一会儿，人得有儿子呀，没孩子，哎，不像话了。怎么了？没儿子啊？那我哪儿来的儿子？哎，是不像话，我就是他儿子呀。当时没有。哦，这是后来这不才有了你吗？哦，你说之前说的是之前生你之前。哦，他爸爸没儿子，愁的跟什么似的啊！在书房里边，他爸爸的书房金碧辉煌，装修的好，金丝楠的都是。哦，家具正当中摆一把椅子，象牙的。嚯，拿象牙拼的椅子，这多值钱啊！而且椅子面正当中立一根整象牙。那人坐哪儿啊？那坐上下不来。自己往下摘自己的。哎，一坐一天，非得来人给抬起来，大爷使劲。
才拔出来，没听说过。知道吗？就说有钱呢，满屋子家具哪件都值钱。哦，但是看着这些东西，看着这些钱，啊，老头坐在屋里眼泪哗哗的。干嘛这么伤心啊？没用啊！啊，想我老于家，当年我的曾祖，哦，那在清宫里边儿啊，那是皇上最器重的人呢，我重视。那是大清朝第1等的鹤顶红品鉴师，作死的位置这是。上任第1天就去世了，哎，对，及时尝了一口，他才喝了1口啊，得了，沾一点都不行了啊！还有我祖父，那么好的人，英年早逝，死得早。 5岁让日本鬼子给杀了，啊！你先等一会儿吧，5岁就杀了，那就没后边这支儿。就说这着急啊，这老头着急啊，瞎想，胡说八道。不管前辈如何，到我这儿我最为难。怎么呢？万贯家财终何用？怎么？没有儿子是绝户。哎呦，哎呀，没有后代，哭了啊！滋儿，不是哭了，这是尿了。哗啦啦啦啦啦，没有那么大声。吧嗒吧嗒吧嗒，干嘛呀？他爸爸掉了11个眼泪。啊，2只眼睛掉11个眼泪。他爸爸大小眼儿，哎，你爸爸才大小眼儿呢。坐屋里哭吧。傻小子是怎么着？咱也不懂，俺坐地上搓着脚哭啊，哎，还是傻小子啊，着急。家里有丫鬟，啊？对，那是大户人家。大户人家有丫鬟，是4个丫鬟，是吗？白菊花、粉菊花、红菊花、绿菊花。怎么请4个菊花啊？啊，因为你父亲的名字叫于玉菊，多难说呀，这名字。你爸爸就因为这名字没有朋友，是吗？因为叫不上来。怎么你好，于，哎，对，所以他都教他说相声的。因为这个不来往，哦，不来往，是吗？哎，4个丫鬟在门外边看啊，哦，哎呦，老爷怎么了？是，八姨老爷怎么了？哎，八姨老爷他管他爸爸叫八姨老爷，不像话因为，他爸爸好跟丫鬟开玩笑那，见面扒人家衣服啊。这是玩笑吗？这八姨老逗着玩嘛啊。啊，八姨老爷这儿怎么了？请夫人吧。哦，把你母亲请来了。叫我妈来。啊，一进门，你爸爸这跟自个儿正纠结呢。哦，啊，你爸爸说：“你说我缺什么得了？到现在我一儿半女都没有，哎呦我都没儿子啊，我这一辈子我都冤死了。我爸爸东方不败呀，是怎么着？不是，这说着说着怎么改兰花指了？这个你母亲打外边进来了，他说，好家伙，老两口子长反了，这个啊，反了，怎么了？就别，这不是女声，怎么了？啊，你爸爸说你还问我呢？哎呀，啊，好，这些年一儿半女都没有，咱们换过来要你何用啊？啊早知这个我自个儿生了我啊！自个儿生像话吗？你妈也生气啊，哪有胡子呀？就说这意思吧。嗯，正矫情呢，打外边来一串门的，谁来了？我舅舅，您舅舅干嘛来了？我舅舅跟你父亲关系最好，哦，哥们儿，只有他能准确的念出来于局，呵，好家伙，祖师爷了这是那是就这一朋友。啊，就教他。有时候你爸爸忘了自己叫什么，都给我舅舅打名字。哎，我舅舅一说他就知道了。呵，进门怎么了？一进门一瞧见我舅舅来，你母亲哭了。怎么？哎我妈又该傻小子了他欺负我呀，这老头子呀！啊！他趁着我没给他生孩子，嗨我死去。我舅舅赶紧过来啊，抹擦前胸。哎呦，啊别不用太难了，这动作，分人是非这个人废话啊。。说这不要紧的呀，嗯，积德行善自有灵儿降。哎，做好事儿吧就。你们得好好的积德行善。哎，我舅舅给出一主意，什么主意？每天我带着嫂子出去也得看大夫去。哦，看病。什么叫天津的，哪叫北京的？哦4大名医：肖龙友、孔伯华、汪逢春、施金墨。嗯， 4大名医。哦，那会儿我舅舅弄一车，早晨7点上家接你母亲，早给你母亲装车上啊，哗一走一天，是半夜12点给送回来。半夜才回来。对，这一走一天。哦，哎，好3月，我舅舅都没人样了，知道？累的。乐什么呀你？我就一想，就咱俩就跟亲戚是一样的。哎，
也就您这么认为。那错不了，就天天不容易。我舅舅交朋友啊，拿于当自己的亲哥们儿一样。当然，于也对得起我舅舅。哎，所以说我舅舅跟于这也不知，哎，不好说，不好说，就别这么说了。哎，就天天满处求医问药。到最后有一天，我舅舅说了，说什么？于啊，就别叫名了。这个4月18妙峰山那儿有庙会。开庙，老娘娘那儿拴娃娃，咱们来一趟吗？哎，旧时候讲究这个，现在没这个了。对，天津是上天后宫娘娘庙，北京是上妙峰山。对了，干嘛去？拴娃娃，拴娃娃。两口子结婚没孩子，到庙里去给老娘娘磕头求保佑。对，庙里边呢有用泥做的娃娃，泥胎，拿红绳拴脖子上，拿一个揣怀里回家。到家之后。好多人还都很神奇，回去就有孩子了。你瞧，就这么巧，自个儿生那个行2，抱来这泥娃娃行大，对，这是大爷，这就是天津说的娃娃大哥。对，天津、北京、河北省都信这个，是，尤其北京，他们家北京人，要去妙峰山拴娃娃，也是一个奖。这个老娘娘跟老娘娘还不一样，天津供的这是妈祖，就跟福建供的那个老娘娘是一回事儿。北京这娘娘是碧霞元君，不一样，但是功能都一样。来烧香磕头就给你孩子，都是求子用。北京人信这个。是4月18庙会，3月底就得出发，那么早干嘛？为了到那儿抢这头一股香。哎，让人知道虔诚。4月18，谁先进庙门，先磕头烧头一股香，心里虔诚，这灵，老娘娘会疼你。对，家里准备吧，都收拾好了。连你父亲带我舅舅带你妈，这一家3口坐车奔妙峰山了。不是，怎么就一家3口啊？这一家人吧，反正一共3口人呗，是不是？这3口人就一家3口啊？你不要想的这么肮脏，知道吗？谁肮脏？哎，这一道上车，就到了妙峰山这儿了。真快，下来吧，抬头一看，山高万仞。哎呦，打山底到山顶还挺远呢。那可不是吗？有爬山虎2人台，坐这个给你母亲来一这个。哎，你母亲坐在上头，我舅舅扶着杆儿，跟这一块儿上去。你爸爸偷懒儿，他怎么偷懒儿？他爸爸偷懒儿。哎呦，腰酸腿疼啊，后背也难受，知道吗？对，你这晒盖儿呢是怎么着？后背难受，这要现行。你们偷走吧，好吧？哎，不，行，你就别变了，你就。哎，我舅舅护送着你母亲上山，我爸不跟着，你爸在底下看着，哎，等着，这等着兵刃呢，等着，上山啊，五谷天明是上山了，搀着你母亲，我舅舅搀着你母亲往庙里走，庙里得了消息，什么消息？大财主给钱的来了，哎呦，于的夫人来了，哎，就别提这名了。老和尚迎着，带着你母亲进来，给老娘娘磕头，往这一跪，这是那佛像，你妈跟着很虔诚，是，老娘娘在上，哎，赐我们一死，哎，这作死来了上，不是，什么叫赐我一死？怎么说？赐我一子？再来啊，大慈大悲，老娘娘在上，哎，赐我们一肚子子，哎，这好，甩子呢是怎么说？赐一子，一子就够，赐我一子干儿，哎，干儿子，赐我一个儿子呗，这就完了啊！跟这磕头磕头，哎，旁边一帮和尚都站齐了，念经，哎，念经，念这增福增寿，赐儿子这经，好啊，道场成就，赈济疆场，摘除虔诚，上香设拜。和尚坐船来的吧？这是，这什么都有，这是增福增寿的吗？哎，不懂啊，光磕头吧。磕完头，你妈打怀里掏出一红绳子来，要拴娃娃。因为老娘的周边呢，窗台上放着都大小的娃娃，拴呢。妈拿这红绳拴得看哪个好啊，得挑啊。我妈打新疆马队上下来的是怎么？这套马呢是怎么着？找找，哎，这边旮旯放了一娃娃，看上他了，这娃娃太漂亮了，
好看。呵，面白如玉，哎呦，大耳朝怀，嘿，叼着烟卷，拿着啤酒，烫着头，哎嗨，他就看上这3样了，可能。老太太乐了，哟，这是我的儿子，这喜欢这个。拿起来抱在怀里。哦，我舅舅搀着，呵，往外走。一出庙门，你爸爸上山了。哎，这才上来，就别上来了，你回家吧，这就回去了。都没进庙就回家了。哎呦，回家之后时间不长，你母亲就有孕了。你瞧多灵吗？这个玩意儿啊，这玩意儿诚心感动天和地，真好。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生一大胖小子，就是我，哭嚓一声啊，这不是生了，这是拉了。这个生孩子有哭嚓的吗？噗呲，呵，就别形容这咣啷咣当当的，降降嘚儿，生一秤砣出来。不会形容啊。那你弄这么多相声词干嘛？说相声不相声，反正是咕叽咕叽咕叽。不要动这啊，就生了就完了。啪当，哎，对，摔地一饼，生一大胖小子啊，生一大胖小子。哎呦，你爸爸乐坏了啊，举起来拿灯照，这干嘛呀？民间传说啊，拿灯一照，墙上有影子，看着影子深与浅，深浅管人吗？哎，那的一看这影子，这个影子据说代表人的魂魄。哎呦，哎，说这魂呐是如何，说明这孩子是不是大富大贵呀？过去就这说法，看这影子深浅啊，浓淡，一看就知道好坏。拿灯一照你爸乐坏了。哟，这孩子混蛋！哎，对你才混蛋呢！不是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个影子浅，这影子浅说影子浅，说明这孩子好，没有那么大的浊气。哦，果不其然，是吗？半岁就会说话。哎呦，我这早啊！半岁会说话，6个月正常对话，就开始聊天7个月就会挑拨离间。我先学串老婆舌头，我街坊四邻就怕这孩子啊！一个8个月的孩子满处去啊，好少次离婚的5、6家了。哎呦，这个遭恨呢！没有这么好的孩子了啊！就是有一样，怎么爸爸妈妈不喊？你瞧正事儿没了，你看这玩意儿，把他爸气的呀！啊，你这是为什么呢？你收了事，哎，收拾，咱不用这么些动作，对，眼泪汪汪的啊！哎呦啊！这玩意儿有孩子不叫我呀，是喊声爹多好啊！啊，天天忍着，一直到1岁半了，老头实在坚持不了了，哦，全家人聚在一块儿开个会，哎，大家都坐好了啊！哎，这你也坐好了，不要这个。老头拿着锤呢，机器猫似的，不是，老攥着拳头。哎，这个儿子问点事儿吧，你要说你不会说话，没人相信。咱现在整条胡同已经没有完整的家庭了。哎，对，都给挑子坏了，都是你给挑子离婚的。啊，开天辟地呀，也没有1岁半的孩子你这么讨厌的，知道吧？是。但有一节伶牙俐齿，你怎么不喊我呢？你怎么不称呼人呢？叫人呢？爸爸妈妈、叔叔、大爷、哥哥、姐姐、婶子、大娘。打小到大你就没称呼别人呢？一定是有原因呢。是，你说说听听为什么吧？他乐了。我说什么？我不能喊，干嘛？我有预感。什么？我一喊谁一答应就得死。叫谁死？你爸爸一拍胸脯，哎呀，我这就是变过来了是吗？啊，怎么呢？这喊一声，啊，喊一声，喊死了我认头了。这豁出去了这啊，别介啊，你这事闹的这啊，那试试吧。怎么试啊？试试，把家里那厨子叫来了。哦，有厨师傅，厨师傅，厨师姓赵。哦，你喊赵叔叔。哦，真愣啊！喊吗？赵叔叔。这厨子，不，这怎么意思？这一口血，连顶棚都红了，死尸倒地，真死了，全屋人都傻了。那还不傻唯独你父亲不怕啊？他是不怕呀，你不用这事。叫花儿匠来，花儿匠老李，姓李，花儿匠进来了。哦，来什么事？叫李叔叔。李叔叔啊，又一口。我们家倒不用刷墙了，这回死了啊！就这会儿功夫，一推门，我舅舅进来了。怎么老有他呀？这全家人都在呢。啊，你爸爸站起来了，一脸的狞笑。是，儿子，
喊一声爸爸，他妈的脸都白了。别！那能喊吗？那个不能喊。他爸爸说不行。喊一声爸爸，豁出去。我舅舅这汗都下来了。谦儿，别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别！你拦着这事儿干嘛？啊！他爸爸这儿必须喊。必须喊。不喊不行。小时候他真愣啊！我的亲爹呀！怎么着？你猜？怎么回事？少来这套！哎，少来这套！他爸爸没事儿，皆大欢喜，一天那还开什么呢？普天之下，废话，怎么了？少来这套啊！你舅舅死了，对吗？我舅舅也没死，那怎么回事啊？妙峰山死一和尚。哎，这